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瞎胡咧咧，听见没？我可碰都没碰你。不是，我说你吃个饭，你整这埋汰干什么玩意儿？整满嘴都是，整我一手他妈茄汁沙丁鱼。你们这些流氓！哎，说啥呢？注意措辞。现在咱不是流氓了，现在咱是民营企业家。王主任，早知道这事儿是你负责，那我就不稀奇了。那讲话了，我媳妇儿各科入学考试成绩全第一，你公报私仇，哎，就是不给办，是不？就不给，咋的？你弄死我吧！王主任呐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咋的？你想给我和我哥整巴黎子里去吗？知道就好。给你拿俩毛子，这事儿能翻篇吧？翻篇？没事吧，大哥？咱们之间的恩怨，你不送我套学区房，翻不过去。哎呦，我说老王啊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咋还这个逼样呢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是不是蹲过巴黎子？你这个职务是不是不合理呀？那国家明文规定，营利性民办大学原则上不得聘用你这种人。咋的？哼，你去给我打听打听，哪个学生从我这儿过，不得给我上个万把的？哼，你呀，赶紧回去准备房子吧啊！哎呀，行。那副校长是老子亲小舅子，关系就是要咋的？陆冰河也不挺能个的吗？蹲巴黎子咋的？老子上面有人儿。哎呀，你说这上哪说理去？辉煌时刻谁都有，别拿一时当永久。你啥意思？晚风啊，撩拨着情人心上的线，把你带到我的身边。杨春荣，这杨春荣你叫的？王主任，下一个。走路上没，大嫂？走路上了。王主任，你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，我们这就去向有关部门举报你。你给我啥意思？你呀，收拾东西，准备2进宫吧。这回啊，带着那小舅子一起啊，以为换身皮咱们治不了你们是吧？俺们照样收拾你，都给你们整的。你治我也没用啊！那校规规定，丹霞山大学不收已婚学生，这死规矩他改不了啊！甜甜，头抬高点。起吧。也不知道躲着点儿。哎呀，这点小伤没事儿。这新世纪那就得用新方法，拿录像找电视台曝光，那才最有效。哎呀，拉倒吧！新世纪啊，还得用老方法。你当瘪茄子，你就是挨欺负的命。这么的，我抄着家伙事儿，我明天我带弟兄我找校长去，我看他怎么事，能给办吧？行吧？大河，我都不想念了。哎，你不念能行吗？媳妇儿，你说你好不容易熬到甜甜上幼儿园了，你这也该为自己活一下了。哎，你说咱这日子好不容易过好点了，也住上商品房了，这一天毛愣的，才蹲巴黎子了。当年你就是因为我耽误你上学，你这回再因为我这茬耽误你这事儿，那我不成千古罪人了？那人学校规定了，那只收单身学生，这咱能有啥招啊？哎呀，
妈妈，你俩要是离婚了，你是不是就变成单身了？杨春荣，我告诉你啊，能过不了你就离。你吵什么吵吵？我告诉你啊，陆冰河，明儿咱俩去民政局离婚去，你别不敢去。去呗，谁不去谁王八犊子，我看怎么事儿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这是闹离婚呢？有啥闹离婚的？你个王八犊子你！别让你破嘴！跟秘书有一腿。昨天晚上去买的，这一明儿我也买一件，想整一件，行哈，哎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我爱姐买，行，挺好。我昨天才试一试，能过不了就他们离。你还来劲了是吧，陆冰河啊？你走了走了，谁急着跟你过？就现在就离了，来。跟秘书有一腿，跟烧锅炉里亲嘴了。我天，他们还信了啊？他们越信，咱们没事越来越多。多亏甜甜了，说咱咋想不出这招呢？妈妈，你们先离婚，等3年后妈妈毕业，你们再复婚，不就得啦？这甜甜，你知道爸爸当年把你妈骗追到手，这多不容易不？你这能说离就离呗？妈妈，我愿意为了你的梦想当3年单亲小孩。甜甜真乖。那就离呗，这还能咋整啊？离，罢了。哎，同志，是我们证件。赵老师，过来，先给你们办。起开，起开。身份证、户口本还有结婚证。哎，同志，那啥时候给我们办呢？你们先等会儿。哎，老叔，大舅，王婶，来过来来。先等一会儿啊！行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哎呦我天哪！请过。这这么多亲戚都过不下去了。那你家亲戚过不下去就能插队啊？你要不想被加塞儿，就上那边排着去。你们2个在一起多长时间了？人家那边是办结婚的，啊，那你们当不可能采访吗？我追的他。上那边排什么？我离婚我。同志，那个俺俩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给我们先办一下。哎呀，你磨叽啥呀？等会儿呗，也不是不给你办。这是等会儿的事儿吗？那这不公平啊！就不公平了，能咋的？全市就我这一个窗口能办离婚，你们办不办？不办滚犊子！不是哥们儿，你牛逼啥呢？你搁这儿，你插队有理了。我牛逼咋的？我铁饭碗。铁饭碗咋了？那以前谁还不是铁饭碗啊？别跟他废话，你找你们投诉电话。没有那玩意儿啊！不办滚蛋！你这啥呀？接着打！哎！我看你敢打！保安，打怎么的？保安过来，把你手机给我抢一下。拿着，把东西放下，东西放下。我看怎么的？放下。知道我谁不？敢泡丹阳山战神媳妇是不是？丹阳山战神？你哪个单位的？我哪个单位的，我就能治你，知道不？媳妇打！我看今天能怎么的？那边电视台今天来采访呢，你还敢动手咋的？哎，保安，把他抓起来，快！好，就用一下啊。还有这个。哎，你这干嘛呢？我这现场直播呢。哎，媳妇儿拿来。不是新世纪新方法吗？来，现场直播说。啊，大伙好，我是杨春荣，我直播啊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杨春荣。今天我跟我家老爷们过来离婚，就大家都搁这加塞儿，请看。哎，看，就这个。哎，你别下路！哎，就你们这帮人还跟我支吧？脑瓜给你削放屁，知道不？给我抓住他！好，走。站住！人抓住你！把
对于群众举报，我们相当重视，目前已对涉事人员停职查办。你别说啊，你拿小麦克往这一站吧，有点像那个周涛，就那主持人。你说这好好的照片咋就给剪了呢？离婚不都得咔嚓一下？大哥，为了我能上学，你可真是豁出去了。哎呀，这算啥呀？那眼下最主要的嘛，就是搞定我媳妇儿上学问题，对不对？得让人真相信我俩离了，咱不能让你那学校那帮人抓着你小辫子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咋这好呢？你说那么老多家庭主妇，有几个老爷们儿像你这样的这么支持媳妇儿上学？大哥，谢谢你啊！咋客气上了呢？那也得是我媳妇儿优秀，对不对？优秀的人就得被奖励。等晚上回家，我到时候在你脖子一圈，我种上小红花。流氓！我为你献上花环。你怎么不正经？你一天来，现在就种。来，什么？种一个。你说咱俩都离婚了，这还搁一块住着，这算啥关系啊？不正当男女关系。小远啊，你听说了？那还用听说吗？你俩离婚的事儿在厂区里都嚷嚷开了。春荣啊，这女人的名声最紧当，你听我的，跟我回家住去。啊？上人家住去，上你家住去。小远，你是不是就等这天呢？啊，我俩离婚了，可算是成全你了，是不是？你贼心不死你。小远，你要等我开学了，要是有合适的女同学，我给你介绍啊，你别着急。那一个民办的非统招大学能有啥含金量啊？那里边的学生都是社会上的人精，我不要，我只要你。我滚出去！你才该滚出去呢，陆冰河，你有春荣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干啥还去跟寡妇挑水呀？不是我什么时候给寡妇挑水了？你这是那厂里都传开了。还有说你跟门卫亲嘴的，这怎么？我告诉你，陆冰河，你也就是站上了这个时代的风口子，要不然呢，就你这道德败坏分子还想当总经理？不是小纪远，你骂我老爷们干啥？你俩都离婚了，还老爷们呢？我替你出气，你还替他说话呀？对，咋的？我就给寡妇挑水了。陆冰河，那你跟寡妇过去吧你。哎呦，打我！我就打你了，怎么了？还手！你还敢还手是吧？上！你不要脸你！别让我看着你！干啥去？我们俩今儿上去穿衣服。我跟你去啊。你消停上班吧。消停上班吧你。那学校里的优秀单身男性可多了，春荣去上学多见识见识也挺好的，省得总是拿破馒头当好饼。你好饼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说的也对，学校里边单身男的那么多，都是大学生。这色儿太艳了，也不适合上学穿。哎，姐，那女的穿的跟你一样，她穿的咋比你洋气呢？
你啥审美呀？别搁我这干得了。这个还挺好看的。哎，瞅着点儿啊！往人白了吗？摸摸埋汰了咋整啊？那手指盖子没眼力见儿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姐，我看这衣服挺适合上学穿的，你给我找个码，我试一下。你管谁叫姐呢？这没你在码穿不进去。我比你都瘦，咋穿不进去呢？我说你穿不进去，你就穿不进去，能穿也不让你试，你穿不出那洋气劲儿来。给我一身衣服穿栽了，谁还买呀？不想卖就说不想卖呗，说话这么不招人听呢。哎呀妈呀！姐，他把咱衣服整坏了！哎呀，姐，他把咱衣服弄坏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人都走出去了，压根没碰到你家衣服。咋的呀？要耍无赖呀？啥叫耍无赖呀？这衣服要是我弄坏的，该赔多少我赔多少。那你得拿出证据证明这衣服是我弄坏的。哎呀妈！哎，大家伙儿都过来看看啊！就这女的弄坏我3000块钱衣服不赔？啥衣服值3000呀？这啥衣服？南韩进口的 Korean 起名用汉语拼音呀，你自己瞅瞅。西敖小小宝贝儿牌，那咋的吧？我都不稀得说你。咋的？你不稀得说谁呀，老妹儿？我呢是这地下街的总经理，你有啥事儿和我说说呗。咱人活这一辈子，最重要就是情义2字。俺会管我叫一声哥，那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咱地下街开了这么多年，从来也没有说整坏人衣服不给赔钱的说的。你今天这么一整，那俺们今后生意还咋做呀？你都没整明白咋回事儿，在这护犊子。你搞不懂规矩，我不怪。可是有一条，你得知道，我红雷子能在城中心开地下街，那就说明我的后台你他妈惹不起。你麻利儿把3000块钱给我赔了，今天这事儿就算拉倒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红雷子你还敢惹呀？这小丫头呀，你可完犊子了！我要是不赔呢？不赔，你就别搁这丹崖山这儿混了。你们家里人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他妈给我滚犊子！你让谁滚犊子呢？瞅啥呀？瞅你咋的？你谁呀？你谁呀？我们地下街总经理洪笑。你不就红雷子吗？你敢不敢把你的秘境给我摘了？我瞅瞅你是谁。行，我他妈摘喽。让谁滚犊子？陆冰河还赔不？那啥，都是误会。那凭啥呀？陆冰河谁呀？闭嘴！啥人呢？人品不行，这店太可。我告诉你啊，甭管你是陆冰河还是齐台河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哎，不是，咋走了呢？什么玩意儿？大河，前夫，你咋搁这儿呢？我咋搁这儿呢？我都搁外边听半天了，讲话了，杨春荣啊，你是咋跟我离婚以后怎么这么会过日子呢？还跑这儿来买衣服来了，真不给我掉价！哎呀妈呀，还掉价呢？那他穿的跟我一样衣服，能好到哪儿去呀？衣服脱了，我衣服脱了，这好些人呢，我里面下脱了，脱了。
哎呀妈呀，姐呀，那是钱儿！哎呀妈呀，姐呀，那是钱儿！那个钱我才这个小木雕，价值888呢。还有呢。这多好，你看。哎呀，姐呀！来了，哎呦我去，多好！瞅啥呀？这貂，你店里有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搁街上看着他，给我绕道走，听着没？什么档次，跟我前妻穿一样的。前夫，老帅。那你看，我上学去，这貂不合适吗？那我给你配个书包完了呢，就这点事儿吗？那来背上，来，嘿嘿，真好，这样美，走吧。这买没法做了，这个为何牛啥牛啊？还你能轻易就认怂了？你搁这吵吵啥呀你？那不以前在地双三厂的时候，俺俩发生过点事儿吗？你老叔不在吗？你怕啥呀？那不我老叔那时候还没调过来呢吗？走狗就是走狗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我办的没毛病，我不怕你去乔总那儿给我吹枕边风。这是我的名字，以后呢，我就是咱班班长了。大家伙多多关照啊！咋的呀？选班长不经挑选啊？地下街老板娘，提咋搁这儿呢？地下街的还不能上学了？韩慧儿，啊。他嫌你进来吧，找个地儿坐。这刚入秋，你穿个貂不热啊？热也穿，咋的吧？同学们，今天咱开学第1天，我请大家伙儿上我家饭店吃饭去，凯撒环球大饭庄。真的假的啊？丹阳山最高档那个饭店？那韩慧同学，你家还挺多产业。那可不，班长，你也去呗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这回家还带孩子呢。咋的呀？搞官僚啊？杨春荣，你这不合群儿，以后咋当班长啊？就是呀，脱离群众，脱离实际，以后咋开展工作呀？行，那今儿晚上我跟大伙一块儿去吃饭。别扭了，韩慧同学，你坐着去吧。你嫂子最近要开学了嘛？但是你俩正好就一个学校，校区也离近，你帮忙多留意留意你嫂子啊，有啥危险你随时跟我说一声啊。啥样叫有危险呢？那个男的约你嫂子出去吃饭啥的，就这玩意儿。那要是有女的约嫂子出去吃饭呢？女的没事儿，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你也得展现出你在这个家的价值啊，对不？行，合着我前18年对这个家就没有价值呗？也太不拿我当盘菜了。你想当盘菜，你首先得是那个呀，对吧？这一块去吃饭，有男的也有女的，该不跟我哥说。来，找一个来。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班长，你那离婚财产咋分配的呀？没分配啊。没分配？那你这净身出户啊？对呀。那还带着娃呀？呢。妈呀！那你这指定是犯啥原则性错误了呀？对呀，你这日子咋过呀？在社会上都没有地位。
要不你主动让贤，让人韩慧当班长得了，人家这么大饭店，才能让咱们聚餐啥的，是吧？这班长是开学那会儿班主任定的，按成绩来的。可拉倒吧，能来这儿的谁是为了学习呀？那不为了学习，为啥呀？为了混口饭吃呗，都寻思多认识点人，拉拢点人脉，方便做买卖啥的。哎呀，可不咋的，这国营单位该黄都黄了，我们都得自谋出路了。依我看，谁有能力能给大伙办实事儿，就该谁当。杨春荣，你让位吧。啊，哪有这么办事的？大河，不让你接孩子去了吗？接孩子，我接完了。这谁呀？不知道啊。他前夫。再说咱俩不离婚了吗？哎呀，离婚咋的了？离婚，我过来吃口饭你不行啊？哎呦，说你这前夫啊，跟狗皮膏药似的呢。这是我们同学内部聚会啊，我就路过，我蹭口饭吃，你咋的？你们聊你们的，不用管我。啊，那就是合着占小便宜来的呗。谁说的？不，这顿饭我请不完了吗？还这点事儿呢。请了。吃吧吃吧，真没吃过好玩意儿。啊，我特点毛客你，怎么没吃过好吃的？来，给您上上菜。哎呦我，小服务员穿旗袍挺带派哦。哎，搁这儿上班应该能挺舒服。那是。哎，你这还缺人不？哎，对，韩慧，你这饭店还缺人不？啥意思啊？我有个外甥女，眼睛看不见，没有地方要她，我这不寻思帮她找个活吗？啊，行不？行啊，有啥不行的呢？哎呦我，你看啊，要我说这班长还是得你这样人当。这么的，那个大伙同学嘛，家里应该都有那些残疾亲戚没活干的，对不？完了你就都让他上这儿来上班来，他都能给安排。哎，我老叔，他腿脚不好使啊，对，还有我弟弟，胳膊没一半了，还有我三舅，还有我后妈。哎呦我家，都挺不容易的。那个全让你这儿来上班，行不行？行啊，没毛病。你看看，来，经理啊，你们那个这个明天啊，让他那个他弟弟啊，对，完了你那啥，老叔啊，三舅后妈，明天都上这儿来上班来，完了整上旗袍穿上，对吧？他答应了。我说话不老实咋的呀？这是我家饭店，那我还不能说了算了？对呀，你看你这干啥呀？咱俩都说不算，你跟乔总说就行不？你看你要貂，那乔总不也给你买了吗？韩慧，你有啥难处不？说啥呢？你这人家这么大饭店，这大老板有啥难处啊？对不？没难处。你看，这是人乔总开的，也不是你开的呀。哎呀，这啥？瞅这样还真有难处啊！那你这想当这班长，还差点意思啊！你这话唠的，那你行你安排呀？这还我行我。怎么的？这总经理，这集团产业，这不那谁吗？我跟你们说，以后找别人办事之前，先打听打听谁负责，谁管事儿。他办不了的事儿，陈荣给办，都来我这儿，怎么样？妈，太好了！哎呀妈，哎，陆总啊，干啥呀？那厂子刚开起来，这招过去能干啥呀？哎呀，我怎么给你整脸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杨春荣，咱俩虽然离婚了，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你同学的事儿，那就是我的事儿。哎呀妈，瞅瞅，这才是男人呢，有责任，有担当。那啥，陆总，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呗。啊？介绍什么对象？我前妻还搁这儿给我介绍对象。哎呀，
我吧，主要是当初吧被他伤得太深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来喝一个，来吧，来，快点来！哎，这会儿敬陆总一个。哎呀，我太敬情了！这么的吧，我不喝了，我炫一个，来啊！哎呦哎呦，哎呀，太牛了！哎呀，哎呦我，就是你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姓啥？我姓问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开心。我的整个青春都赔给你了，那到头来我连安排个服务员的权利都没有了。永远别为了面子放弃你的利益。那你是没看着啊？那杨春荣的前夫把我捏咕成啥样了？我在同学面前我都抬不起头了。还有这个人，这山炮，他胳膊肘还往外拐呢。陆冰河，老熟人了。这江爷呢，很看重他，当年是砸钱让他来东北开厂子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他妈最烦的那蒋一奇的样子，我好像全世界就他一个是好人啊！我干！当年没在广州炸死他，算他命大。你们那些陈年往事，我不在乎。我就问你，你能不能给我出口恶气？好啊，那就新仇旧账一块算喽。眼见他起朱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……哎，下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眼见他楼塌了。陆总，就你新招那几个人，手太慢了，害得俺们成天加班。是啊，陆总，就这还赶不上进度呢。差多少进度啊？实在不行，那个我过去跟你们一起干。那现实吗，大河？啊不，叫陆总，你一人一天能扎10吨钢筋呢？我说陆总啊，自打俺们在国营厂下岗后，一直珍惜这份工作，是打心眼里盼着咱们厂子好啊。时代不同了，你还整国营厂那老一套不行。那效率低下的员工就得断舍离。不是，啥玩意儿叫断舍离呀？啊，人那几个工人他身上有残疾，你不知道啊？人本来生活过得就困难，这话让你说的。这样，大哥，明天我跟哥几个就直接就扎厂里去，我把这活给干了，轮班干，行吗？啊，你可闭嘴吧！就你们那几个盲流子最拖效率，可不咋的，啥技术没有，还成天吆五喝六的。咋跟厂子元老说话呢？啊？不是我这两天行了，少说两句，真的好怕你！哎，算了，算计你，来往这看，来，哎呀，来往这来！哎呀，少说两句，啥呢？哎，肖工，你来正好。那个你有文化，你帮忙想想看有没有人提议没有？就那几个残疾工人的事。对你有文化，俺们都听你的。陆总，我觉得工友们说的有道理。您要是再不解聘那几个工人呢，我们可就要集体罢工了。我们绝不甘心被资本家剥削，我们工人也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嘛。对，俺们罢工，看你站着。感冒了？你这俺没睡呢，咋不开灯？吓我一跳。坐过来。夹着。你这几天怎么这么晚回来呀？哎，
这菜还热着呢，我去添点饭去。工厂工人罢工的事儿，你打算啥时候告诉我？其实这事儿我都没打算告诉你，怕你说我这事儿是办不明白，你也跟着上火。没事。你这我就不着急上火了啊？看看，这都39度2了。工人们在家歇着，留你这个总经理下车间，那成天成宿的干，这你都不告诉我。吃点药就好了。再说这不有顺子陪着我一起干什么？你帮兄弟就我一个人。那你20几个盲流子，那能顶300多个技术工啊？陆冰河，你是真嘚儿啊！吃药你都不去根儿。你说你那天在饭店，你就多余逞能。你看我班那些男同学，一个个多稳呐，你就不能跟他们学习学习？你开始嫌我了。你开始嫌我了？没有。你这提你男同学，你就嫌我。你干啥呀？你别给我赖赖唧唧的啊！我嫌乎你，我给你找药吃。给你支招，用不要？干啥呀？生气。哎呀，我生气呢，你还有脸切？这都39度2了。过这村没这店儿。啥意思呀？今晚限量版。吃饭去，还热乎着呢。吃饭了。赶紧吧。拒绝人情占资源，要效率，要饭碗。拒绝人情占资源，要效率，要饭碗。陆总，有他们没俺们，你挑一个吧。陆总，有他们没俺们，你挑一个吧。陆总，要不我们几个也走吧？对呀，陆总，你看我们这身体不行，不能占着岗位，耽误了大家，也不能让陆总你为难。俺们走了，厂子就太平了。说啥呢？你们是我陆冰河招的人，知道不？来了就别走。哎，你们也不用听别人说，残疾咋了？你们没比任何人低的。那他们工作效率不达标，咋办呢？对呀，做事总得讲究个公平吧？行啊，这样吧，我给厂里办个比赛，就咱们厂技术骨干和我招这批人一组一组比，就比咱们厂日常干的活，那谁效率高谁留下，但比什么得我说了算，怎么样？大哥，这能行吗？你嫂子给支理着。行，你说了算，就你说了算，就他们几个干啥能比得上咱原来这些工人呢？就是自亮，你说的就是。行，说好了啊。老赵，腿脚不利索没关系啊，你脑瓜好使，比测量零件。小李，手上有残疾没关系，你眼神好使吧，就比调试机床。赵姐，眼睛不好使也没事，你手感好，打磨零件。比赛结果咋样啊？比赛结果咋样？小狗，咱们的人全输了，不应该呀！合着3个技术骨干都得走。是啊，小狗，这可咋整啊？用我这丢饭碗太冤了。是啊，小狗，你帮俺们劝劝陆总。你们自己逞能输了，我咋劝呢？陆总，俺们挺珍惜的厂子的，你能不能别跟俺们走啊？我说要赶你们走了吗？哎呀，首先啊，我在这儿给大家道个歉。之前吧，是我安排这个岗位安排的不好，今后啊，我会根据大家各自擅长的重新分配岗位，怎么样？好。陆总，俺们罢工这些天，工资照发不？发呀，照发。那个，这最近吧，厂子里困难，工人更困难，但是再困难吧，他也不能乱了人心呐。这困难时期，咱就得抱团取暖，别老是背后这个互相挤兑啊。
对，其实吧，一开始俺们没想罢工，当时也不知道咋的，就脑瓜子一热。啊，对，罢工这件事儿就是小姑你挑起来的。让你这么一说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萧公啊，萧公，难怪你找不到对象，心眼子太多了，在国营厂那时候就坏。我提罢工的时候，你们咋不反对呢？现在锅让我一人背是吧？你可闭嘴吧！就是，你就是坏人，纯的坏人，你就属那个竹子成精，你成损了。小军，你说你整这事儿我咋留你？用不着你留，谁稀得在你这破单位待呢？我上南边混去，不比你陆滨河强。赶紧滚犊子得了！春柔，祝你去南方混的比他好。赶紧走得了，磨叽像老娘们似的。走吧，别回来了啊！那什么，都散了，回去干活吧。干活去吧，别看了，该干啥干啥去。给小奖励，这玩意儿还奖励？睫毛膏？你咋知道睫毛膏用没了？跟你过这么多年，都觉得你看不出来我化妆。不是看不懂吗？我之前看你怼2下就开始涂，最近这几天吧，你得怼5、6下你才敢往脸上涂。我一猜你就没水了，就给你买新的了吧？就光给我买个睫毛膏啊？这不是纹的吗？还有5个呢。不行，怎么回事？我不能让人看扁了。大哥，我需要个身份。吓我一跳！咋了？你身份证我打衣兜里放着呢。我说的不是身份证那个身份，是社会身份。妈呀！你是我陆滨河媳妇，你这身份还不够社会啊？你扯哪儿去了你？说白了，我就是得有个活干，得有个明确的身份，这样人际关系才活络，明白我意思吧？你这样呗，明天你来厂里上班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对吧？不行，咱俩得避嫌。这么的，你说你想找个啥样班上，我帮你撒吧。那个，你之前不是说我像周涛吗？啊，我其实还挺想当主持人的。难办啊！这什么难办呐？你净扯，能办。你这方面你还有路子呢？大家山认神白教的，我混这么些年了，这点事儿办不了，那是。明天你就上班去，行吗？真行啊！质疑我，我让你看行不行？来，白事儿主持人啊！对呀。白事主持人不也是主持人吗？你看，这几个啊，那都是视频剧团黄了以后，他们几个老伙临时组的红白乐队。哎呀，我的老奶呀，你咋怎么走了呢？你才106啊！你看这个哭的，都专业干哭活的，这都是他们的人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天凉了，死人旺季，那活老多了。而且啊，你就干一早上，干完你就上学去，一点都不耽误你上课。那照你这么安排，那以后我的社会身份就是干白活的呗？不干白活咋的了？你别看不上干白活的，你现在同学啥的，谁家还没个白事呢？对不？到时候你人一没完，你到时候给人主持去，你就别
别收人出场费了，人也不好意思让你随礼。你这一来二去，你人际关系不活络起来了，对吧？那我要的是上电视台的主持人。我上哪给你找电视台去？啊，哎，老讷啊，哎，这是老讷啊，这是我媳妇儿杨春柔，这前妻。对，她擅长的就是那个犊子独奏。说啥呢？一个独奏，都差不多，就这玩意儿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妈，这太合适了，就你了啊！赶紧上去吧。哇，哎，等会儿，今天出场费啊，这好多呀！啊，那我直接上岗啊！我直接上岗啊！对呀，上。这是我说啥词儿啊？哦，词儿都现成的啊，上去照着念就行啊。去吧，照着念，快去，去吧，照着念。哎。尊敬的各位长辈、各位至亲好友，大家好。好。你这一晃干1个多星期了，咋样？害怕不？不怕，那又不是我自个儿。而且在葬礼上，我能看到世间百态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活儿啊，比我想象中有意思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我上课去了。哎呀，班长也迟到啊！我工作耽误点时间。哎，我听我二哥说，咱班长最近在给人主持白事是不？班长啊，你可真给咱班长脸！主持白事，真主持白事，咱班长干这玩意儿了。这主持白事有啥不妥的？这不管是主持白事儿，还是主持电视台那些节目，那核心不都一样吗？那不是看你说的有多好听，那不是看你能不能接住对方的情绪吗？这白事儿吧，离人近，这情绪更真。那你不能敷衍一点啊，这是不是更考验主持人的功力？班长说的好啊！哎，我知道有家好吃的。杨主任同学。你有点眼熟呢。我是咱们省台晚间主持人周正。刚才我在走廊里听你说的对主持的理解，我很赞同啊。你能从主持葬礼里悟到这些，这是天赋啊。真的假的？谢谢你认可我。另外，我想问一下，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全省主持人大赛？如果在大赛中拿了第1名，毕了业就可以去省台当主持人。我能行吗？我就一干白事儿的。你没问题，我看人准成。啊，另外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都可以找我。那我给你多少学费合适啊？哪儿的话，我不收钱。那你总得图点啥呀？哎，这个社会啊，真是走到哪都这个。实不相瞒，我在台里马上就要升为栏目制片人。我跟你一样，出生在小地方。我看你是个做主持人的苗子，给你个机会。周老师，这搁家里练，这多消停啊！您哪是公众人物，这要在学校里辅导我，这别人瞅着也挺不好的。孩子搁屋里写作业呢，不能吵着咱就练1个点儿，我绝不耽误您事儿。好，那个还是你想的周到啊。这个诗朗诵啊，讲究的是情感和技巧。你看，媳妇儿，爸爸，家里来且了。家里来且了。甜甜，写作业去。好的。过来，你看看这谁？
就电视台那主持人周正。啊，长得是挺周正的，但是这怎么还上家里来主持了呢？啊，周老师过来教我诗朗诵，我好参加那主持人大赛。我要是赢了，我就能去省台里上班。啊，周老师，这是我前夫陆冰河。哦，哎，陆先生，幸会。不知陆先生从事什么职业啊？但是这神，你别看我瘦啊，我这一身大肌肉，8块腹肌，这一个人我能放倒10来个没问题。他跟你开玩笑的，他特别支持我当主持人的。对，我特别支持。上屋里支持去。我有人支持。妈，他不吱声。咱们练咱们的。那来吧。咱们朗诵的是舒婷的《致橡树》啊，我先演示一遍啊。我如果爱你，你如果爱谁？你手上戴着婚戒，你怎么还如果？陆冰河，你干啥玩意儿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你继续。春荣，你来一遍啊，一定要十分有感情啊。啊，我来。我如果爱你，干啥呀？你这可咋的了？我看你有多深情。别捣乱了，行不行？啊，这春荣，我看今天就算了。哎呀，算啥呀？那好不容易来一回的。你回屋带孩子写作业去。哎，对，你进屋辅导孩子写作业去。我让你去。我去。我初中都没毕业，我咋辅导孩子写作业？我能辅导明白吗？那你找点别的事干行不行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么的，我给你们切点水果去啊，你们继续，好好练。周老师，我没想到他这时候回来了。他是孩子的父亲嘛，过来看孩子都很正常。只是我觉得他不太喜欢我。他这人就这样。你别管他，咱学咱的。那个，您时间也宝贵，咱挑重点。好。不出人命就行啊。这首诗的重点啊在后面，感情要十分的饱满。我来示范一遍啊。我们分担寒潮，风雷霹雳；我们共享雾霭，流岚红霓，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，这才是伟大的爱情。哎呀妈呀，你这是干啥呢？我不是上厨房切水果去了吗？完了，我一进屋一看，这厨房也没有水果啊，我就寻思切点啥好呢？你说切点啥好呢？切啥呀？我现在走了。周老师，我还没咋练呢。还练呢？再练，给我都给切了。哎，别走啊，继续教啊！有刚继续教啊！生气了？你就这么支持我当主持人的啊？你知道那机会多难得吗？我好不容易碰到个伯乐欣赏我啊，你倒好，你真给人吓跑了。我不是怕他没安好心吗？哎呀，别哭了。你知道我求人家多长时间人才在家里教我的？那这么的，我给他找回来行吗？我到时候让你俩搁屋里，我把门一插，给你俩锁屋里，你俩练行吗？你不跟我俩扯犊子，就嘴上说光支持我，你心里边你就当你里打压我。哎，我想吃烤串了，你想吃不？不吃滚。整个大鸡架，完了整2瓶雪菲力，完了行吗？我再也不勒你了，谁劝都不好使。再点5个大油边，然后整6个生蚝，你3个我3个，完了整点毛葱蘸酱吃。我明儿我就收拾东西搬出去住。吃楼下那家？楼下那家不好吃。那哪家好吃？爸马路家好吃。行，那就吃8马路那家呗，行吗？真气我！我背你去啊。
走去。吃。我穿裙子呢。那走吧。搁那儿咬。下馆子这种好事儿，没一个人能想起我。杨春荣居然也报名了，太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我们才是主持人大赛的赞助商，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干嘛和他生气呀？说的也是，等我当了省台主持人，我就当着全省观众的面偷摸骂他。你呀，我是真怕你当了主持人，还有股洗脚妹的味道。你啥意思？当初是你天天来洗脚城找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啊，现在我跟你想的一样了，你又开始嫌弃我了。哎呦，没有那个意思了。无论是给你开服装店，还是帮你进省城，不都是为了把你往上流社会带吗？那这不都是你想要的吗？条坤，你到底娶不娶我？你怎么又提这事啊？我给你投资这么多还不够吗？我就想跟你手拉手逛大街，不是每次都在这包间里直奔主题。我也不想让人觉得我那吃香的喝辣的钱是来路不正，我就想让所有人、亲戚朋友啥的都知道你是我老爷们儿。你呀，想要的越来越多了。我就想要一个戒指，多吗？你还是好好准备一下主持人大赛吧，啊！你要是不娶我，我就去香港，我把咱俩的事都捅给你媳妇儿。哎，你别闹了，等你当了省台主持人，我就娶你，好吗？我势在必得。啊，收好了。今天啊，是咱们家巾帼英雄杨春荣同志非常重要的日子，主持人大赛决赛。这个我作为前夫呢，不太方便出面，所以特意委派你俩给他撑场子啊，谁都不许掉链子。Yes sir。喂，哎，春荣，啥？诗朗诵伴奏整丢了？是啊，我也记得我带了。这诗朗诵环节直接决定比赛成败，哎，这可咋整呢？我上哪儿买去啊？下面有请03号选手杨春荣。完了完了，到我了！我跟你说了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带伴奏带。那你就轻声朗诵吧。凭啥呀？啊，这事儿对杨春荣太不公平了。那这伴奏带直接影响诗朗诵效果。春荣同学，要不你再找找呗，反正也不着急，你让后边同学先整。嗯，这样也好。那你下去找找。有请下一位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俩那什么自己去啊，我出去了。哎，不是开车送我俩的吗？最后一位选手表演完毕。那么目前排名第1的选手是韩慧选手。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。杨春荣选手，你的伴奏带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我刚说也行。行啥行啊？哎，那别人都有伴奏，就你没伴奏，你搞啥特殊啊？你这不等于让比赛临时为你改规则吗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他也改改，我也改改得了呗。我同意，比赛不能临时改变规则吧？啊，杨春荣，你如果无法找到伴奏，那很遗憾，诗朗诵环节我们没法给你分数。
请问你们是谁？老讷，你们咋过来了？陆冰河拉我过来的。各位评委老师，俺们就是杨春荣的伴奏。啥？杨春荣，今天俺们给你伴奏，请你大声的朗诵。准备，开场。乔总，主持人大赛最后胜出者是杨春荣，获得了去省台做主持人的资格，一切都是按照您吩咐的做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呦呦呦呦，好了哈，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就算不娶你，我也会一直对你好的。我不甘心，为啥每次都是杨春荣挡道？我上辈子欠了他吗？我懂，放心了，宝贝儿，这口恶气我会替你出的啊！啊！喂，我讲两句，让我们再次恭喜杨春荣同学在主持人大赛中获得1等奖，鼓掌！啊！哎，大油边来了，慢吃啊！哎，好的，来这。不吃了。咋的？两个人喝多了？小叔，我想上厕所。走，小叔带你去，走吧。嗯。陆总，我终于实现梦想了。等我毕业了，我就能去省台当主持人了。恭喜啊！而我这厂子还搬不走啊，你到时候去省台了，那咱俩不是异地？陆冰河，你是不是希望我留下来？我可不耽误你，我吧，我这人脑瓜子笨，一时之间想不出来两全其美的法子。这不还有2年呢吗？2年还想不出办法啊？咱俩一块儿想办法，行吗？行。干啥呀？你们看，谁来了？妞妞，这个就是陆冰河去世好兄弟大飞的女儿。没错，是个滑冰运动员，听说水平在国内算是一流的，在香港他亲妈那儿住了没几天，又跑回来了，说是参加什么集训。陆冰河对他跟亲闺女一样。回了他。周暖，你谁啊？我不认识你吧？可我认识你啊！你别过来啊！这可是女更衣室，你哪个学校的呀？我不上学了，但是我在电视上看过你的比赛，我非常非常欣赏你。你能给我签个名不？我怕你以后假如奥运会夺冠了，我再想找你签名可就难了。那确实，得奥运冠军之后确实不好签了。其实我也很想学短道速滑，
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教教我。你真想学短道速滑呀？我跟你说，这短道速滑老苦了，又得练弯道，还得练体能，那经常都卡跟头，而且挺多人他学一半就不练了。没事儿，我能吃苦，只要你愿意教我。那我就从理论知识开始跟你说，要不然呀，你容易受伤。行。行，我就当你答应做我师傅了。到时候你来这里教我。我先走了啊。你在我床上干啥玩意儿？干妈睡了，我写点东西。啥玩意儿？我看。哎，教官收了个徒弟。徒弟，男的女的？男的吗？别让人给骗了。你少管我！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我跟你说，我周六我那还得给人当老师去呢。你没当过老师，你不懂，你赶紧睡你得了。你打个破手电咋睡呀？那个，我搬出来之后没啥，但你必须得给我整块奥运金牌回来，听着没？要不然你对不起我。那肯定的呀，肯定整回来。哎，那胡啊！哎，这办公室得老冷了，你知道不？我哥我嫂子离婚证都领了，你再给人家整分居了，这下假离都成真离了。那我干爸都没说啥呢，就你搁这瞎汪汪。是，人妞儿都说了，说到时候给我整块奥运金牌回来。哎，拉倒吧，你这纯画大饼。我给咱家争光呢，我。啥咱家？你亲妈那才你家。说什么玩意儿？我这厂子最近效益不好，我这加班加点赶订单也方便。妞妞，你放心，干爸一定让你亲妈在天之灵亲眼看你登上领奖台。不是，我这不想着你在香港吃香的喝辣的不稀罕，非得回咱家来当这电灯泡干啥？我就单压上这一个家。哎，妞儿，你干啥去？净搁这添乱。问问你嫂子，知不知道妞妞去哪儿了？嫂子这2天也不着家。也有一条新的留言。我到宾馆房间了，你别忘了来。我走了啊。你干啥去？我上学去啊。你上酒店上学呀？啥玩意儿上酒店上学去？那这啥呀？你看我这啥玩意儿？这啥呀？你哪知道？你穿这身上去？我送你那包你咋没背呢？你背个这个。我这红色、橘色，我再搭个绿色的包，那不搭呀。行，上学去是不？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看。不是陆冰河，你啥意思呀？你咋上学去吗？你不走？你啥意思？咋了呀？我前脚我刚搬出去，不是这才几天呢你。我不生气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人到底是？你俩先别吵吵，这事儿不对劲。妞妞，就目前来看，以后正常生活倒是没有问题。那影响他滑冰吗？左侧半月板不太乐观，建议退役吧。早知道是个骗局，我就应该跟他们拼命。小川，害孙子了，嫂子，他们太孙子了。妞妞跟着你们过，总比跟着我过强多了。大哥，大哥，那2个社会小青年该教育都教育了，就是骗妞妞那小子，
是小滚侄子。早该想到是巧了。陆冰河，你干啥呀？干他！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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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起来就开干！走！陆冰河，你老婆又犯了什么事啊？敢这么着对他，让我就干死他！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他飞呀？你让兄弟们先回去，小川留下来照顾妞妞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别他妈废话啊！小伙，你把妞儿弄成这样，怎么整？今天你必须赔给妞妞一个衣食无忧后半生，听着没？要不然我就别这块。你不说好好说话的吗？你干啥呀你啊？你别激动，你听人说。你说吧。哎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害他那个小男孩就是我的人呢？你他妈让我更查让他这些人白混的呢 ？OK 啊，那就算你查出来又能怎样？你信不信我把你这破澡堂给你砸了？我这儿不是你们东北的澡堂子，我这是高端的洗浴宫。陆冰河，哎，你看看，这只是我乔坤商业帝国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是我比你那厂子强太多了。我跟你讲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不值一提的蝼蚁。我操！哎，行，哎呀，咱再大，那不也是澡堂子吗？乔老板，既然我们俩来了，那你也让我们两口子长长世面。你这澡堂子咋就比我们工厂强啊？这同样是洗澡，那还能洗出花来是咋的？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喽。哎呀妈呀，这哪像澡堂子呀？乔总，老板，你们东北洗浴有的，我这儿有；你们不该有的，我这儿也有。这澡票2块一位，倒是不贵啊。你看这，搓澡180一位，操，咋的？宫廷一月酒啊你？这按摩都上1000块了，这老百姓能消费得起吗？啊，对呀，我这儿就不是给你们这群蝼蚁消费的。我操！我再给你看看特色啊！有请4大美女。讲啥物我亲像天顶的仙女，讲啥物这穿成这样，咋按摩呀？我真以为这是正经按摩的。老板，您请看。这都是我们这儿的金牌放松队长，而且他们每一位呢都各自带一队。我们这手下的姑娘，那都个个盘亮条顺。这么猖狂都没人管？有人管，还能更狂吗？乔老板，你这价格定这么高，那能有人来吗？当然有，每天来的还不少呢。哎，但可惜的是，我每天呢只接待300名顾客。300啊？行啊，乔老板，我今儿也见您光，这长了回见识。那这样，等回头我让我那些亲朋好友过来，也过来消费，你到时候别撵我们走。哎，不会啦，这顾客就是上帝嘛，对吧？谁来我都不会撵的。媳妇儿，我晚演行吗？挺好的。不是你刚才说那话有点假，你说我干不过他，不带信你。这重要吗你？这香港我又不是没弄过。哎呀妈呀！那像你这么整能行吗？你就照我说的做，不出3个月，我让他把这洗浴宫送给咱们赔罪。不是，这啥情况啊？这厂里浴池今天咋还锁门了呢？就咱们这工种，那不洗澡哪行啊？对呀，啥情况？来，工友们，安静啊！听我说啊，陆总请咱们去大洗浴最豪华大洗浴洗大澡了。来，
大伙拿到票跟我走，去大澡堂，走走。哎呦啊！这也太富丽堂皇了！男人外地人会整他。是啊，你看看。哎，不错啊！这刚下午300名顾客就占满了。您是这几天没来，咱这最近天天下午都这样。不错。哎，还站着干嘛呢？还不去干活啊？哪有活啊？哎呀妈呀，老板呐，这帮工人呐，连搓澡都互相搓，啥免费用啥。俺们哪有活啊？挣不着钱呢，真他妈差劲！就是，而且还连吃带拿的。你看，那临走的时候，哎呀，卫生间的手纸都给你拿走，自己带个矿泉水瓶，哎，卫生间那个洗头膏，哎，洗手液都带走了。每天都这样？天天如此。那不对呀，不是说你们东北人不天天洗澡吗？东北人是不天天洗澡，那他们的工作那就得天天洗。干林娘的啊！从明天起，不许再卖票给陆冰河，听见没有？完了，哥，那陆冰河把未来1年的早票全给买走了。那就每天多加印啊！那咱不像俄300人了。不该了，我还像个屁鹅，再像个赔死了。哎呀妈呀，李哥、刘哥，你看好长时间没来了，想死老妹儿了。今天老妹儿给你们俩好好摁啊！走。老刘、老李，你俩不是俺们厂的工人，咋来这儿了？俺俩就是来洗个澡。哎呀妈呀，你快拉裤兜子吧！谁好人家来这地儿洗澡啊？你等着，回去我就告你媳妇儿去。瞅瞅没，这地方不能去了，扭头就遇到认识人，整不好地球人都知道。那可不咋，别咱俩撤吧。别走啊！哎，陆总。哎呀妈，姐呀，我咋整啊？咱这洗浴工眼瞅要黄啊！哎呀，姐，我3个月都没开出工资来了，俺们是因为你了。哎呀，求呀！我帮你们想办法，哎，想办法！姐，别走啊！我干人娘的我！那挣什么东西啊？从明天起，限制最低消费，我他妈就不信了。哥呀，现在不是限制不限制低消的问题，现在关键问题是咱名声臭了。这以前咱这还挺隐蔽的，现在倒好了，全市都知道咱这是啥个情况了。你这不等着让人枪打出头鸟呢吗？哥，咱下个月省里就要组织扫黄了，你要这样的话，这我老叔都没法保你了呀。那查封都是小事儿，就怕把咱几个字抓进去关上几年。那优惠个洗浴把人子搭上了，那你那饭馆咋整啊？还有那楼盘谁管啊？还有那马上开业的机床厂。还真是没想到啊，摇钱树有一天也能变成烫手的山芋。行，这年头，铁饭碗都能下岗，还有啥稀奇的呢？我真送，我们真要。真让你说着了啊！真把洗浴工送了。行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这些女员工跟着我干不容易，你们别开除他们。行，还算你有点良心啊！放心吧。好几百万的洗浴工，说送人就送人了，你买点桌子椅子也能回点本啊！你懂个屁呀你！我要将这洗浴工化作地雷，我他妈炸死你个陆冰河！啥意思呀？瞧见那几个姑娘没有？她们每天除了会讨男人开心，其他的屁都不会。有了她们在，我他妈一点一个准儿。那人陆冰河万一变卦了呢？把人都开了？绝对不会。
你知道他们新请的经理人是谁啊？谁呀？欢迎莅临。好，你们丽姐不远万里从香港回到家乡。丽丽，人称九龙13姨，在香港只要是生意人，人手一张她的名片。她不仅懂南方的先进管理，又懂北方的风土人情，既懂得男人的喜好，又懂得拿捏姑娘。有了丽丽，一定能把洗浴宫做大做强。有了她在，我敢保证，我们一点一个准。那你闭嘴！他回不回来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朱丽丽，你回来干啥呀？哦，我爸死的时候你没在，我都让人欺负到医院里去的时候你没在，医生说我以后再也不能滑冰的时候你还没在，现在我都成废人了，你还回来干啥呀？我不需要你了，朱丽丽，我恨你。哎，妞妞。哎呀，妞妞，那什么，要不是当年你妈南下，哪有钱供你训练呢？有这那的，对吧？别怪她。对，你妈也不容易，嗯。他供我训练，就是为了让我拿金牌，然后他给他的队友吹牛。现在我不能训练了，你走吧。妞，你是不是冠军？都是妈妈的骄傲，妈不奢求你原谅我，那你能不能给妈一个照顾你的机会？是呗，妞妞，给干爸个面子，是吧？给干妈个面子。不对，我今天谁面子都不给。妞妞，你给叔个面子，咱俩不都同生共死？你看，这啥？不是，这玩意儿上面咋还写我名了呢？妞妞，我们从乔坤那儿给你要了个衣食无忧的后半生，以后这洗浴宫啊，你就是主人。对，妞，以后妈就是给你打工的了。你这都有目标了，还要啥自行车？给你妈一个机会。啥玩意儿就人生目标呀？我人生目标才不是开澡堂子呢。这还不是目标啊？那走，咱俩去跑楼层。哎，你撒开我！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哎呦我，你看，哎呦小川，你这有两下子。哥，你说我现在在咱家算盘菜吧？你还是硬菜呢，以后放心了。那这玩意儿都给我了，是不是以后这儿就我说了算了？啊，你说了算。我们这儿服务不错啊，好的，下次还来啊。好的，好嘞，哎，拜拜。不许动，扫黄！哎，儿子，你咋来了？有人举报你们涉黄，我问你，从前跟着乔坤干的那几个姑娘呢？跟客人上二楼了呀。带我们去找。走。你们干啥呢？天天跟我做，每天5分钟。天天跟我做，每天5分钟。这干啥呢？这是？怎么还跳上啊？阿 Sir，这健美操，我们这儿特色。你看那几个姑娘，是你要找那个不？大家一起来。之前呢，我滑冰，这总有人说我坚持不下去，我不信，我偏我就要给大家学出个样来。现在他们又有人说
说你们就只会讨好男人，这个我也不信。我相信啊，大家伙只要跟我好好学健美操，好好呢做按摩、学精油，那肯定能堂堂正正赚钱，都好好的，是吧？行，那大家伙再来一遍啊！好，对呀，这几个姑娘我以前在所里头见过呀，啥时候学会跳舞了呢？哎呀，我说阿 Sir 啊，俺们呀8成是被恶意举报了。你看，俺们这都是大众项目，还免费给环卫工人提供早票呢，这都是俺姑娘的主意。那你刚才看着我蹲着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呀，那不是看见您这身皮，我习惯了，我瘆得慌。走队。阿 Sir， 常来玩啊！健美操？健美操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也别着急，咱从这儿跌倒了，咱再从那边爬起来。哎，对呀，你不是还打算看见自动化机场场吗？提上日程，必须提上日程。一个人搁这儿浪漫呢？妞妞回他妈那儿住去了，你是搁厂子里住啊，还是跟我回家睡啊？啊，再说吧。想想，先坐一会儿。那你想吧，哎，别走。接着装啊！哎呀，不是前一段时间一直都忙嘛，没有时间跟你好好唠唠嗑。说吧，这家还是得指望你，是吧？没有你们家走黄了。我前一段时间怀疑你外边有人了，我纯脑子有泡沫。你这是前阵子就跟没长脑瓜子似的，不稀理你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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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给你。这啥呀？这啥呀？不玫瑰花吗？冰糖葫芦的做法啊，这冰糖玫瑰呗。嗯，这也不能吃啊。我是怕那玫瑰花蔫了嘛，我就搁外边裹了一层糖浆，多好啊！那你跟我说说，这冰糖玫瑰啥花语啊？花语就是有你真好。就一直口怂。还有呢。我跟你说，天呐，这点睡没？这点你该睡了。没事，一会儿咱俩上来听听。听不了一点，那天他妈就别让睡了。
那我今晚高低给你好上一课呀！走，上课上课。你给我。爸，秋穗，你们啥前来的？你们咋来了？我咋不能来啊？你说你爸，你没来，你这不提前说一声，这整的这还咋上课呢？那有啥招儿？这样，你在厂里对付人行吗？咋了？我想上课。我不想上课。我也想，那我没教学条件儿。哎，实在不行，你跟我回厂里上课。哎，爸，你老逼灯干啥呀？你骂谁老逼灯啊？不是，他说你干啥老关厕所灯？整电。老逼灯的，你爸确实老逼灯，你说。就因为这个事儿，你们俩就进城了？是啊，我听说你们那个厂子收残疾人，整挺好，我就把秋穗给领来了。是爸，人家秋穗他是傻子，你也不比他聪明到哪儿去。大河的意思是，那厂子里的确接收残疾的人士，但那是肢体残疾，那脑子得好使啊。那秋穗是那个，虽然秋穗是傻子，那他姐夫是领导啊，那给小姨子怼厂里，那有啥难的？那秋穗现在啊，还真不算是领导的小姨子。不，你啥意思啊？俺俩离了。那离婚证。离了啊，我没来及告诉你。那你俩刚才在那叽叽咕咕干啥呀？啊，不暂时还没找着那个可以烧香的新庙吧？啊，对啊，这我拿秃子当和尚，我将就材料了，咋了？嘿，我就秃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跟家里说，你一个女人离婚带孩子，那咋过呀？啊，对了，那个村长家那二傻还打光棍呢，你正好跟我回去嫁给他，走。你干啥？你啥？我不嫁二傻。哎呀，别的吧，那个我消气儿啊，我这就回厂里研究研究，我看有什么工作适合咱妹做的啊。我回去。他哪点比得上二傻呀？让他安排个工作都这么磨叽。那二傻好，你咋不让秋穗嫁二傻呀？人家没看上秋穗啊，那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看不上秋穗，花2000块钱彩礼就把她给卖了。花2000块钱彩礼就把她给卖了。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那不都是为你好吗？你看，你二傻人家并不是先天就傻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咱村谁家能比二傻家有钱呢？你姐要嫁给他，钱权都有了，还不用下地干活，你说这多好！哎呀，当姐姐的还没有妹妹听话呢。小时候那会儿，我说我想吃卤果，我爸从来不记着。结果有一天，秋穗跑到那小卖部偷吃卤果，我爸转头就给他买2大袋子。反正还有挺多这种事儿，我也记不清了。大哥，你说，我也是我大闺女。总不能因为我不傻，他就这么理所当然的忽视我。要是我妈在，肯定不带这样对我的。哎，我看你爸那个蛇皮袋子里吧，也有2包卤果，主要是给你带的。那他也没说是给我带的。哎，现在卤果多少钱一斤？我要给你买卤果去呗。我现在不乐意吃了。那你现在乐意吃啥？我给你买1麻袋，这会儿就给你一个人吃，就不给秋穗吃，馋死。干啥呀？拿我当小孩哄。那我不就是
小时候不认识你吗？我现在认识你了，我就只能把你当小孩哄着。大河，有你真好。我哪有二傻？哎，不过我寻思呢，咱俩要不就把那个秋穗接回咱家照顾，让你爸也享享清福。那你上班，我上学，这咋照顾啊？那咱就学那个电视里，请个保姆呗，这钱该花。你就这么定了，别哭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冷天的还拉呢？不冷啊？不冷，我一边拉琴呢，一边想我的爱人。我爱人走了好多年了。还不冷？我冷。走，带你买好吃的去。走，买一大麻袋啊。行。大哥，要不咱先给嫂子和甜甜找好退路吧？我看呐，乔坤这回是真要动真格的了。他娘俩不用管，你嫂子毕了业就上省里电视台上班去了，主要是厂子这帮工人咋整？丹崖山就真大，俩机床厂呢肯定容不下。再说了，那乔坤的机床厂全是机器代替人工，下礼拜他要真开起来，咱厂这些工人整不好全都得下岗。真到你死我活那一步了。你让我搞脸干啥呀？那个，你吃我给你带的。你那都2个月都长毛了，我不吃。长什么毛？怎么不能吃？你就浪费能耐。这大盒给我买的，听到没？都离婚了，还大盒的，你们2个的离婚证肯定是假的。你们就是不想给秋穗安排工作。跟工作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关？什么关？怎么不能工作？你给我愣的！你给我愣的！你干什么？我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你干啥呀？我乐意干啥干啥。不是，这玩意儿是我给春荣买的，要扔也是我扔，你扔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教训我自个儿姑娘，不用你管。那她也是我媳妇儿，我就得管，怎么的？嘿嘿，看看承认了吧？嘿嘿，你瞅瞅，这媳妇叫的多亲呐！你们2个肯定就是假离婚。你别管假不假离婚，你欺负她就不行，听着没？大河，咱俩出去喝2杯，好好唠。二妹呀，噔儿里个楞，噔儿楞儿。你昨晚跟他说啥了？他咋变这么乖了？哎呀，这是咱老爷们秘密。你呀，只要给他找个班上，这以后消停不带找你茬气你就这么把人安排到厂子里了，这对厂子没影响啊？你就这么把人安排到厂子里了，这对厂子没影响啊？收发室上班能有啥影响？你净扯。行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您别走，有事求你。啥事啊？来，把信给我找出来，老杨。老杨是你叫的啊？这儿的总经理还得管我叫声爸，你咋的啊？我还能管你叫爸呀？得了，我自己找。哎呀，长白山真带劲，那是香山底下写的。哎呀，我知道香山，不就北京那个吗？你去过北京吗？你还别瞧不起我，我上个礼拜刚从北京回来。就感觉。这么看来，乔坤的机床厂效率是咱们的10倍，这以咱们现在的水平啊，那还真是哪都比不过。是啊，所以媳妇儿，帮我支个招啊。只有裁员。不行，
裁员肯定不能裁。当年我爸在的时候，也没说让任何一个厂子工人失过业，我差啥呀？那时代不一样了呀，咱爸那会儿是国营厂，你这是私营厂，你这万一真投资失败了，那你咋跟香港董事长那边交代呀？哎，媳妇，你不是说那个乔坤他们厂那个机器换一套模具的时间挺长吗？那他有那个换模具的功夫，我们同款活练到闭眼就能干。那机器能熬夜，那咱们能为厂子拼老命，对不？我这今天我就把这个行军床搬到车间去，我跟大伙3班倒。你想倒是挺好，咱厂子哪个工人不拖家带口的？谁乐意跟你3班倒啊？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我今天坚守的这些吧，那也是我爸当年所坚守的；我今天对抗的，那也是我爸当年所对抗的。但是我吧，我跟我爸不一样，我不认命，我就是想把我爸当年当厂长厂子里这股生气给找回来。我不能让任何一个工人丢了饭碗，我得让他们每天都朝气蓬勃的，这才是我们东北人的福祉呢。陆总，有你这句话，俺们就拼了命的跟你干。好，老板。行，既然大伙都愿意，那咱们就3班倒，跟他们干，工资该加啊！对，就这么定了。大哥，那什么，有几个人来要封咱厂子，你快看看去吧。啊？这不能干着我。来！哎，同志，这干啥呢？你看工厂大铁门怎么还贴上封条了呢？啊！现在全国范围内闹流感，你们工厂有疑似病例，你们都是密切接触者，工厂明天停工。不是咱们，不可能啊！谁呀？谁呀？你爸？不是，爸，你啥时候去过北京啊？你咋睁眼睛说瞎话呢？我不这么说，厂里那帮人不得笑话我呀？再说，我哪知道北京那儿闹流感呢？你不老说你是总经理他爹吗？谁笑话你啊？哎，行了，媳妇，别上火啊。那什么，明天那个我回厂里解释一下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哎，你可别啊！你要跟他们说我撒谎，那我不更没面子了吗？那厂子因为你这个事儿开不了工了，那咋整？反正隔离也不赖，吃政府的，喝政府的，不用自己花1分钱。爸，那按规定，那厂子得停工1个月，那哪儿多哪儿少呀？看来只能找他了。你没事吧你？啊？你找我帮忙？我这不也是没办法了。你不知道我老大是乔坤呐？你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了吗？啊？我知道啊，但我合计吧，我觉得咱俩关系还行。妈行个嘚儿啊！我琢磨了一圈，这事儿就你能帮上忙。你要做的很简单，你就动用你的关系，跟医院那边说一声，老爷子压根儿没去过北京，不就完了吗？我是能帮上忙，但我凭啥帮了呀？当初在地下街，你不也是看着这东西的面上，挺给我面子的吧？这玩意儿还你了，你看在这东西的面上，你再帮我最后一次，这事儿两清了，行吗？吴厂长，一晃也走了这么多年了。当初你偷厂里5金件，因为这事儿啊，我媳妇儿都差点炖巴黎子。后来查出来是你偷的，你都差点给我爸跪下，还写着保证书，我爸才给你保下来的呢。是，这事儿我咋能忘得了呢？当初也是一边哭一边写的这封保证书，吴厂长的恩情，我红了一阵。行了，这玩意儿还你，你好好想想啊。等等，我帮你办。行了，老爷子那误会解除了。行，行，这下厂子可算能复工了。
你就先别想厂子的事儿了，先踏实的陪老丈人吧。哎，护士那边我都给打点过了，乔坤最近一直盯着我，没法帮你太多了。陪着什么老丈人？怎么回事？其实吧，你老丈人。你在这坐着干啥呀？进去。咱爸，那就先别接回去了。他又咋了？你知道咱妈最近在这一直咳嗽吗？没事儿，回家吃点感冒药就行。他不乐意在医院待着。哎，不是感冒，肺癌晚期。那我回去给秋穗儿做点饭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不用了，咱爸一直放心不下秋穗，硬让我给接这儿来了，在病房里。医生跟我说，他都咳了大半年了，这是不舍得上医院，一直拿止痛药对付，说是怕花钱。他这个人啊，就怕花钱看病，就会好了。晚期了吧？没事儿。那个，这医生都说了，说那个癌症患者那长的都能活2、3年呢，说不定那2、3年之后呢，抗癌药就出来了，对吧？医药费我先交了2万多，不够再续。我给他熬这粥啊，他肯定累死。拿给你看看。哎，护士，这屋病人呢？你们是这屋家属是吧？对啊。我们今天早上发现这屋的病人去世了。人呢？刚走。秋穗儿，我们在病人的床底下发现了百草枯，大概是老爷子先给闺女喝了半瓶，自己把剩下的半瓶也喝了。真的离开了，来，你说你要替我照顾秋穗儿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秋穗儿啊，离开我不行。真有我要走的那天呐，我也把她一起带走。哎呀，爸说啥呢你？你老了，你这不也该享享清福了吗？你到时候就把秋穗接过来，我给他请保姆去过不就完了吗？请保姆啊？请保姆1年至少2000块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哎呀，爸，这钱嘛，该花还是得花啊。花啥呀？我就怕花钱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当初就为了2000块彩礼钱呢，我大姑娘到现在她还记恨我呢。
我不是不关心他，我把那卤果都带来了，我都没舍得吃，他还不吃。你不知道啊，我当初为了把她嫁进村长家，我给媒婆塞了400块钱，那是我1年卖黄豆的全部收入，才400块钱呐。我哪成想，他有一天能和周涛似的当主持人，我的妈呀！我做梦都没这么梦过呀！哎呀，爸，其实春荣吧，这也挺不容易的。他为了考大学，我眼瞅着他白天看孩子，晚上学习呀、熬夜，我眼瞅着他头发都熬白了。完了吧，他为了参加这主持人大赛，呀，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上外边练声，完了他还怕吵着我跟田呢，完那个上那个门外边练去，那手冻通红啊。我总寻思吧，他机灵，不用咋管，我咋也没想到是我把他拖累了。你说我这个爹呀，有还不如他妈没有了。啊，这家好吃不？哎呀，好吃，好吃，是吧？今儿喝的尽兴不，大哥？哎呀，差辈儿了，爸。我不管，反正谁对我大姑娘好，谁就是我大哥。净扯呢！我大姑娘啊，她幸亏遇上你了。这玩意儿嘛，那都相互的，对不对？人春荣对我也够意思。大哥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没事儿，你说，老弟。我这辈子没儿子，等我走的那天，你去给我摔盆去，行不？哎呀，爸，你说啥呢？你身子骨硬着呢。哎，行，要不我也是你姑爷，我不摔谁摔呀，对不？哎呀，太好了，还得是我大哥呀！别，走了吧，回家。哎，你干啥呀，爸？去有光的地方。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前来参加我父亲和我妹妹的葬礼。回望过往，父亲的庇护，妹妹的陪伴，皆是我生命中珍贵的馈赠。从前的日子里，我总是路过别人的悲欢，总是不痛不痒的旁观者，从未想过属于我的故事突然降临，又仓皇落幕。它来时轰轰烈烈，走后又久久回荡。不下去，觉得别讲究。双儿，直接开始下一项吧。回头别忘把这段课程盘啊。这没内存了？不是你没录啊？你不会删一删那视频呐？这视频不好删呐。啥视频不好删呢？你们看看吧，看看吧。哎，好了，大姑爷，我和秋顺啊就先去了。
可别忘了把那2万多医药费给退回去啊！大姑娘啊，爸活着的时候啊，没少惹你哭，但爸希望你以后啊能多孝孝。所以啊，今天我和你妹妹一起给你和大伙录了一段2人转小拜年，就是希望你以后啊能够笑口常开，开心快乐，幸福健康，敬请欣赏。来吧，老姑娘，走起来呀！当啷个里个啷个当个里个当，嘿，当个里个啷个啦，当当当当，我的姑儿长得俊呐，我的女儿赛天仙呐，小两口多么般配呀，恩爱过百年呐。等到正月25啊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啊，我们2个再会还呐，哎呀呀呀呀，祝愿大家一生平安呐，哎嗨哎嗨呀，怎么样？大哥。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，我原谅他了。我知道。出去。哥，啥也不说了，我的确是帮陆冰喝了，你想罚我就罚我吧。谁说要罚你了？哎，我送你个煤矿怎么样？煤矿？你这个人呢，也算是有情有义，值得被重用。我刚好新盘了个新煤矿，到时候呢，营业执照上的法人就先你 ，OK 吗？哎呀妈，哥，你这也太仗义了，那可是煤矿啊！你说给我管就给我管啊！哎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，对不对？乱世出英雄嘛。再说，刘干已经过去，该有新贵出现了，不是吗？啥也不说了，你放心，我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那啥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。要真是好的生意，你早自己干，你还能让他管？红雷呢，在丹崖山也是有背景的，就算煤矿真出了问题，这把火也烧不到我们这儿。这样一来，我就能一门心思搞垮陆冰河了。乔宽，我问你啊，你说你真搞垮陆冰河那厂子，那厂子的工人咋整？喝西北风去啊？底层人的命运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也是底层人民过来的呀。你以为有几个人能像你一样啊，精明着踩着往上走？我们这底层人民能活着就不错了。你下岗之后有被饿死吗？是不是就进了洗脚城？是不是就认识了我？我是不是就给了你钱花？可我要的从来都不是钱，我要的是脸。要脸？你要脸还给我当第三者？乔慧，你啥意思呀？你刚认识我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单身吗？你啥意思啊？我发现你有老婆了之后，你跟我说你老婆对你不好，你马上就离婚了。你是不是跟我说你离婚了？你离了吗？那你说呀！你废了你啊！我真照你行会，吃我，喝我，你就该听我的。别姐，谁呀？不许说话。哎，老婆，哎呀，我好想你啊！我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在东京啊，给你买了一套别墅。啊，是啊，就是你喜欢的那套啊。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，
她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她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关上爱别人的门。保住好睡眠啊！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，好啊，是我鼻子犯的罪。不该嗅到她的美，擦掉一切。这些钱先给工人发工资，够不够？陆总，你真把家里房子抵押了？不够啊！这流感闹的，工厂直接停工2个月，账单钱都赔给违约订单了。算算你这6万，也就只够这个月的，下个月雇不起这些人了。人事拟个裁员名单出来吧。拟个名单倒是可以，但是得挑啥人放名单里。哎呀，你这还不会吗？你就把那最没技术的、最没经验的、生产效率最低的全放进去。到底谁该被裁？咱们厂人那不惜明镜吗？陆总，不好了，车间里2伙人打起来了。凭啥呀？你们天天寻思让俺们干活啊？凭啥？我告诉你啊，要没有俺们这帮元老打来的江山，你他妈能有班上啊？都是拿工钱的，凭啥你们整的真的？跟元老作对，都不想干了！干啥的？干啥的？干啥的？陆总，就他们几个，干活不说，还成天使唤我们，我受不了了！受不了你给我憋着，受不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总经理是我大哥，谁还能把我咋地呢？啊！对，没错。你们几个收拾东西，明天不用来了。啊？开除了？不是，哥，你们引以为戒啊！这钱你拿着。今天给弟妹也叫过来，主要是怕弟妹误会。这顺子吧，没在厂子里犯错误。就最近产业调整，你们是不是也挺恨我的？大哥，你别说那话，咱哥几个不唠那个。这钱你拿回去啊！其实哥几个都知道，我们要技术没技术，要能力也没能力的。你还给我们留厂子里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你仗义。完了，哥几个还没帮着你，反而还拖累你了，所以这钱肯定不能要。扯什么犊子呢？你要拿我当大哥，这钱你就拿着，拿着必须你拿着，大哥，你赶紧，我不能要。哎，行了，你拿着，别废话。要不咱们还是收下吧。要不咱们还是收下吧，毕竟咱妈看病还得用钱。你把嘴给我闭上！那老爷们说话你插什么嘴呢？大哥，这钱你拿回去，我肯定不能要。其实哥几个都知道，你将来呢是干大事的人，跟我们不一样。就算你今儿不给我们开了，哥几个也不好意思拖累你。我吧，我就是怕你们过得不好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大哥，哥几个都把后路都找好了，你呢就好好干，把厂子做大做强，就算是给我们回报了，好吧？反正哥几个以后也不搁你身边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陆冰河永远是我大哥。来，干一个。老板，行行好，给点吧，好几天没吃了，老板，给点吧，给点吧，多少给点吧，求你了，老板，给点吧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祝您发大财，谢谢老板。大哥，这包便宜，咱买2个一模一样的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
多少钱？30。还嫌弃顺子吗？我是怕顺子他们像这些小商小贩儿，每天风吹雨再过不好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你光看他们风吹雨淋的，其实比在厂子里赚的多多了。你呢，现在事业往上爬，不能顾及太多感情，要懂取舍。哎，所以你会为了省台的工作放弃我？你会为了省台的工作放弃我？你瞎说啥呢？那个问题还没想到答案呢。哎呀，这不离毕业还有1个月呢吗？再回家。经过了1个月的努力，咱们的效率终于持平了机器。陆总，顺子媳妇找你。喂，弟妹。喂，大哥，顺子出事儿了。你谁介绍他们下井的？红雷子。不是他们不知道这矿井不正规，危险呐。知道啊，但不就是因为挣得多吗？不是他妈顺子他妈到底差多少钱医药费啊？命都他妈不要了。医药费早就凑齐了，他和兄弟们下井，想着给你凑钱。给我凑钱？给我凑钱？是，那天晚上他们喝酒，他们说。我说个事儿啊，大哥以前呢没少帮咱们，现在大哥厂子急用钱。连房子都给抵押了，咱绝对不能让大哥到头来连房子都没地儿住。这我也想帮，主要不是没钱嘛，这眼巴前工作也没了。哎，要不咱下井去吧？我听红雷子说啊，他那边1个月能挣1万呢。但我听说下井挺危险啊。即便有危险，咱也得给他干了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定了，来，咱哥几个呢下井挣钱，帮大哥渡过难关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没问题。吃菜吃菜，来吃完，咱明儿就下井挣钱去。我这他妈真破矿井，1个月就能挣2000块钱。救命啊！你把我儿子逼到绝路了，陆明和，我儿子，你呀，陆明和，陆明和，把我男人搬当兄弟，你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呀！我没有男人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儿子，我的儿啊！我的儿子！红雷子，红雷子，把锁给我打开！明和，你省省劲儿吧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他们还活着，我听着他们刚才在底下叫我了。杨武斌跟和啊！他妈救援队都走了，井底下没活着人了。我整你吧，红雷子！谁他妈有你们跟我凑钱？你们一个都不会死。你们还没看老爸早就说大船车了吗？Love is dear, love is real, love is never where your eyes would stare. 嫂子，弟妹，我们来找你要个说法。对，陆冰河把一起拼命了10年的兄弟说开就开了，不然他们会去下井吗？
这样咱上楼，咱慢慢说啊，法子。上什么楼？就在这说。我听广播都说了，咱兄弟一共没了9个。啥9个呀？下去的一个都没上来，一共死了26个。是红雷子故意说死了9个的。对，法律规定赔6万，红雷子就答应赔1半，剩下的1半得你们家出。对，谁让陆冰河先把好兄弟给开了呢？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，兄弟们没了，我也挺难过的。但咱讲道理，这钱不该我们赔呀。你不赔谁赔？谁不赔？谁赔？谁给我们赔？谁给我们赔？李伟，这事跟他没关系，我俩已经离了。那我们的审视谁负责？我负责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等我消息。行，我们等你消息。走。你咋负责呀？这事跟你没关系，反正我俩都离婚了。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你回家吧，别管了。陆冰河，车上咋还有别人？陆冰河，你敢为了兄弟们跟乔坤和红雷子拼命，你真是个爷们儿。是他俩非得要跟我硬刚到底，那我就奉陪呗。操你妈红雷子！这事儿你他妈必须给我赔钱，听着没？而且你他妈如实告诉外边，这里边到底死了多少人？我要是不乐意的，那就干你！陆冰河，差不多得了。你要真敢把这事儿闹大，我不敢保证你那个在省台上班的媳妇儿能不能安安全全的到单位。还有你那个闺女，是叫陆信田是不？我连她在幼儿园上哪个班儿我都是，真他妈逼急，咱就鱼死网破。有能耐他妈冲我一个人来呀？那他们算什么本事？咋的？你是不怕死呗？我他妈怕死不瞑目。你为啥要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我是为自己拼个尊严。你这个人虽然糙，但真把兄弟当人，不像他们乔坤，把我当工具，把工人当蝼蚁。就冲你这出，我会帮你搜集证据，让你带着十足的准备，去能说理的地方说理去。你还得帮我个忙。大河，说好陪我拍毕业照。兰花儿，那也纯荣啊！我寻思你今天毕业，你不得跟同学拍点照片吗？不知道你这会儿还回来呢。不是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？你这啥意思呀？就你看着这意思呗。其实之前吧，我俩说那个异地的问题，其实根本没有解决办法，都是咱俩自欺欺人。你吧，现在也毕业了，省台的工作你也找着了，你就消停当你的周涛。那我不也得
找个踏实过日子的人。春荣，你也别怪他啊，大河这阵儿压力太大了。你说你老是让他一个人，他也不能啥都一个人解决，是不？不可能，陆冰河，我还不知道你啥人吗？你说的，咱俩毕业了就复婚。杨春荣，当时我俩假离婚不是为了让你上学吗？你现在毕业了，翅膀也硬了，马上要去省台了，你就消停当你周涛得了呗，现在不挺好呢，还省得再离一次了，对不？大哥，你是不是遇上难事儿了啊？有啥呀？你跟我说呗。因为我不是个男人，我怂。行了吧？我不去省台了，行吗？我不去了，在家咱好好过日子，不行吗？都他妈已经这样了，还咋不去啊？大河，干啥呀？这春荣也挺不容易的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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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柔情的日子里，爱你不费力气，傻傻看你，只要和你在一起。洗完了把衣服穿上。他那么聪明，能信吗？那我就演到他信为止。樊慧那娘就他妈是个叛徒，他跟陆冰河俩人是里应外合呀，搜集了一堆对咱们不利的证据，说是要啥去啥能说理的地方去告咱去。他现在是把出去的机票、火车票全都给买好了，还准备了一辆小轿车，就是不知道他用啥法子出去呢。白折腾。甜甜，上班到这儿来。以后听妈话，嗯。我朝夕赶今晚上火车，明天就去省台报到了。东西我也收拾好了，一会儿搬家工人过来，也给人家开门。你白天窗户通风，晚上想着关上。电费、取暖费那地址我都给你写好了，搁床头呢。冰箱里还有现成饭菜，你要是饿了你行了，就自己。别废话了，要走赶紧走，别以为地球没了你转不了。陆冰河，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，你哪根筋打错了？东西都收拾好了啊，别落下。就一个红色围巾我没找着，拉倒了，不找了。走，爸爸再见。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
这次我已真的离开。春荣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你了。嗯。还真让乔坤说着了啊！你那些车票、机票啥的，全是掩人耳目。陆冰河，给你俩选择，要么把包留下，要么把命留下。少他妈废话，咋跟爷爷说话呢？让开！你现在就是一光杆司令，你搁这牛逼啥呀？听我句劝。 你认个怂！红雷子，认怂是你这种狗懒子干的事儿。我陆冰河认准的道还是通天大道。你就带这几个逼人来。行，陆冰河，我他妈是真想跟你做兄弟呀，可惜了，我没这个福气。我也有老婆孩子。 我也有我要守住的东西，对不住了啊！上！就重点。我手要你，與你遇着再無。大黑，我累了，到头来我还是失败。不对呀，红雷哥，这他妈都是新闻稿啊！拿来我看。大河，这包便宜，咱买2个一模一样的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陆冰河，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，你哪根筋搭错了？
好的，我们来看下一条资讯。念稿，念稿啊！丹崖山矿难，死者并非此前报道的9人，而是26人。拿来我看。这他妈要不是证据，我他妈成啥了？呆子，吃俺一棍！钢琴出了几个腰，偶像出了几个魔，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？吃俺老孙一棒！杀你个魂也丢来魄也落，身也发抖，腿也哆嗦，不个童年大当。我要操！干死他！快签广告！杨春柔，你作为新闻主播，不能不报不实的东西啊！周老师，对不起，可这些通通都是正确，是我丈夫拼了命换来的事实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那他们所有人的努力和牺牲就都白费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毁了你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周老师，如果没有我丈夫，就没有我所谓的职业生涯。他护我追梦，我就要守他周全。春柔，你糊涂啊！我杨春柔，只有紧紧握住我爱人的手，才能永不回头的往前走。切回演播电画面。谢谢。欢迎各位回到直播间，我们继续报道。丹崖山矿难，死者并非此前报道的9人，而是26人。主要犯罪嫌疑人洪笑，别名洪雷子，因涉嫌故意伤害、重大责任事故、谎报安全事故等多项罪名，已被依法逮捕。多名相关官员被严肃查处。案件背后主谋乔坤目前仍在逃，警方正全力追捕。省台主持人杨春荣因违规播报，现已被电视台开除。最后还是把你当了。周导，周导，你咋回来了？我咋回来了？我天天骂你！陆冰鹤，你是不是嘚儿啊？啥事儿你都自己扛是不？啊，你把我当一家人了吗？我是，那我下回不负责了，行吗？我负责。这不是要你吗？啊，我说的好听，再有下次，你还得这么整。那你说吧，你怎么办？我下回我都听你。冰鹤，我告诉你啊，再有下回，我跟你一起扛。我就是狗皮膏药，
以后你走到哪儿我就贴到哪儿，我这边就贴定你了，我气死你！我知道了，陆明和，你也是炸死我！好人就有好梦。真走了，要不留下吧？陆总，拉倒吧，俺们这些人要还在厂里待着，你裤衩子都这赔没了。可不咋的，俺们打算出去闯一闯，不搁这嘎待着了。陆总，你舍不得裁俺们，那俺们就自己裁自己。然后你把省下来的钱先改成机器，啥玩意儿应该先进，你就整啥玩意儿。俺就不相信你干不过那帮外乡人。对，没错，陆总你放心，外面的世界啊很精彩。那咱外边世界还很无奈呢，外边世界多残酷，我最知道了。俺们跟你可不一样，俺们有技术，有手艺。可不，俺们这些年这厂里待遇真不错，尤其是俺们的工资也高。俺们这样的分分钟奔小康。没错，等你做大做强了，俺们这些人还回来跟你干呢。对，俺们就认你，就认你。行，那大家伙出去闯吧，我留在这儿继续把厂子整好，给你们铺后路。你们想回来，随时回来。好。这是我们在厂里的最后一天，我提议咱们唱着走。这是我们在厂里的最后一天，我提议咱们唱着走。好，这个提议不错呀。那我起头，好，来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预备，唱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为天每日工作忙，嘿，每天每日工作忙，赶上了高楼大厦，修起了铁路煤矿，改造的世界，为了中国彻底解放。行，大伙儿走吧。輕輕笑聲，在為我送溫暖。你為我注入快樂強電。哎呀，你說看着他們走，你這日子更有盼頭了。嗯，因為抓在手裡頭啊，不叫希望，放出去才是。哎呀，今後你也是幹不了主持人了，想研究點啥幹，我給你撒嘛撒嘛。你別撒嘛了啊！我打算開網店。網店？嗯，這啥新奇玩意兒能行嗎？啊，我就讓你看看能不能行。哎呦，市場調研報告啊，這啥時候整的？看來是不是早就研究好了？你這行，我全力支持你。陆平和啊，我挺好奇的，你說你老了啥樣啊？好奇啊？嗯，那你就跟我一起看看。擁着你，當溫馨再湧現。我如果愛你，絕不像那攀援的蓮香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我如果愛你，絕不學。你不是說就跟我自個兒整這個康復運動訓練嗎？你這咋又學上了？
也大姐不只想，你都痊愈了，放我自由行吗？再说了，现在我的目标是当运动康复师。增加你的高度，衬托你的威仪，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。这才是伟大的爱情，坚贞就在这里。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，也爱你坚持的位置，也爱你足下的土地。甜甜，你看你爸都快背诗了，不容易。那田他妈进步了，田他爸那不也得跟上啊？那我谢谢你呗。在这谢啥呀？回家再谢。好，好好开车。大哥，你快停下！你们看，我以前就在那边那个村子里住，这一会儿待我从村子里逃出来，就过去10年了。是啊，这10年我们都变得越来越独立了，也变得越来越亲密了。那咱们继续往前走。我们现在过得很好，谢谢你。你快点吃吧，吃完好自首去。不会，我跟我老婆离婚了，韩慧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。你可拉倒吧，孩子死了你来奶了，大鼻流嘴里你知道摔了，你媳妇不要你了，你知道来找我了。乔坤呐，你现在连人陆冰河一个脚趾盖子都不如。我输给了，只不过是我的运气不好。再有就是，无论陆冰河做的有多糟糕，江爷都会原谅他。原谅啥呀？就游泳他在香港的3年。咋回事啊？你给我讲讲。你想听？那你再给我买碗麻辣烫呗。